臭宝你肯定没看过这起案件，眼前这名看似老实巴交的男子1个月内连续侵犯了3名女性。作案后，他将受害人囚禁在废弃的民房内供自己玩乐，期间用尽了各种变态折磨。然而受害人最小的仅有16岁，最大的也就30岁。经过此事后，3名女孩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阴影和创伤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案发现场。时间2016年6月5日，地点湖北省宜昌市。对于只有20岁的小林来说，这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就像是一场噩梦，带给他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和伤痛。20岁的小林是某公司的员工。6月5日这天晚上，小林像往常一样乘坐公交车回家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走在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上会遭遇袭击。刚下车的小林就看到一个走路摇摇晃晃的醉汉走在他的前面，他的心里当时有点害怕，于是他加快脚步想尽快向家里赶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他刚超过醉汉就被醉汉从身后掐住了脖子拖进废弃的房屋里，紧接着就是一顿暴打，然后强行脱掉小林的衣服，让小林跪下为他服务，并强行与小林发生了关系。随后在公交站没有接到小林下班的男友沿路寻找小林，听到动静的醉汉闻声仓皇逃窜。突如其来的袭击让小林惊魂未定，最后在男友的安慰和鼓励下，两人选择了报警。但遗憾的是，由于小林受惊吓过度，无法清晰地描绘出醉汉的样貌，他只记得醉汉是北方口音，穿一条长裤子，手上戴着手套。而案发地点是在一个废弃的楼房内，里面杂乱不堪，除了几个鞋脚印外，很难勘察到有用的线索。不过民警在对外围勘察时，在围墙边上发现了一团刚使用过的卫生纸，紧接着民警就对卫生纸进行送检。之后民警为了能获得更多线索，当即就对案发地附近的外来务工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进行走访调查，同时提取被走访人员的 DNA 信息进行比对，但一连几天下来没有一点有用的线索。就在这时，小林的一句话提醒了警方。据小林描述，他家距离公交站也就2分钟的路程，但案发地点刚好是公交车经过的路段，他刚下车就碰到了醉汉。那么当晚公交车上的监控很有可能会拍到嫌疑人。根据这一猜想，民警立即就对公交车上的监控录像进行调取查看。根据小林下车的时间段进行查找，很快就找到了嫌疑男子。虽然公交车上的监控拍到了嫌疑男子，但由于案发路段没有路灯，再加上是夜晚光线太暗，民警们无法从监控中看清嫌疑男子的面部特征。正当民警们准备对沿途的监控查看时，宜昌市五家岗区又发生了一起性侵案件，嫌疑人的作案手段和小林遭遇的极为相似。这次的受害人是一名在火车站上班的30岁女子小叶，当晚她也是走在下夜班的路上遭遇的不测。据小叶讲述，当晚她走在路上，突然被人掐着脖子拖进一处草坪暴打了一顿，然后被强行脱下衣服进行侵害，期间嫌疑人还用打火机烧她的下体。案发地在火车站附近，现场的监控相对比较多一些，民警当即就调取了附近的监控进行查看，很快就找到了当晚的嫌疑男子。画面显示，6月19日凌晨0点20分，小叶出现在监控中。此时的嫌疑男子在小叶后面尾随着，在小叶行进至路口时，突然被身后尾随的嫌疑男子掐着脖子推进了附近的草坪实施侵害。民警通过倒查监控，在侵害小叶的头一天晚上9点多钟的视频录像中，发现了嫌疑男子的正面清晰影像。通过对嫌疑男子走路的姿势和体态，民警基本确定他和侵害小林的嫌疑人为同一人。不过，即使有了嫌疑男子的清晰照片，但想确定他的身份，也并不是一时半会就能确定的。短短几天，宜昌市就发生了2起恶性侵害案，这让宜昌警方感觉到压力很大。如果不能及时把嫌疑人绳之以法，在接下来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女性遭遇侵害。为了能尽快将嫌疑男子绳之以法，警方研究后决定向周边乃至外省发出协查通告，同时将嫌疑男子的 DNA 信息输入到全国数据库进行比对，很快就比对中了一名网上在逃人员。经查，嫌疑男子叫陈广涛，河南桐柏县人，时年36岁。陈广涛从1993年开始，先后多次因盗窃和性侵入狱，直到2015年10月才刑满释放。然而，释放没几个月的陈某就在桐柏县老家犯下了一起非法拘禁性侵案。在宜昌侵害小林和小叶之前，就已经被桐柏警方列为网上在逃人员。现在这段监控录像
就是陈某在桐柏县挟持性侵的监控画面。画面显示，2016年5月26日晚上22点36分，陈某第一次出现在桐柏县三元大道。当时他骑着一辆摩托车来回的转圈寻找作案目标。5分钟后，一名16岁的女学生出现在桐柏县怀元大道的监控中，她刚走过人行横道就与陈某迎面而过，陈某迅速掉头追上了受害人。后面由于是监控盲区，没有拍到陈某的作案过程。不过事后从受害人口中得知，陈广涛追上他后，先是把他暴打了一顿，然后把他胁迫到摩托车上，拉到一处偏僻的涵洞里实施了侵害。当时发泄完兽欲的陈广涛并没让小女孩离开，而是用摩托车把小女孩拉到桐柏县农村的一间自建房，在自建房里对小女孩使用了你们能想到的想不到的各种变态折磨。期间，陈某把受害人绑起来，用细树枝连续抽打受害人下体隐私部位，致使受害人永久无法生育。在折磨小女孩3天3夜后，小女孩趁疲惫不堪的陈广涛在熟睡之际逃了出来，并向当地警局报了警。很快，陈某非法拘禁性侵他人的消息在桐柏县传开。当时在一个只有40万人口的县城里成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。陈某得知自己身份暴露后，迅速逃离了桐柏县。桐柏警方当时就把他列为网逃人员。在调查陈某时，民警得知陈某逃跑时没带手机和身份证，警方推断他可能是故意切断所有的联系，试图逃避打击。警方研究后，决定对陈某的家人做工作，希望陈某家人能配合警方工作，能联系上陈某时赶紧劝陈某投案自首。经调查，陈某和其哥哥和妹妹的感情很好，陈某每次出狱都是兄妹2人帮他安排住处和找工作。正当警方准备扩大范围寻找陈某时，陈某的哥哥接到了一个宜昌归属地打来的电话。很快，警方就找到了号码的主人向某。据向某讲述，他在宜昌的劳务市场认识了一名操着一口河南话的男子，对方称自己姓夏，夏某用过他的电话。当时那名男子说可以带他找工作，于是2人一同去了武汉。住宿期间登记的都是向某的身份信息。由于在武汉几天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，向某一个人就从武汉又回到了宜昌。不过向某听陈某说过，如果没有找到工作，他就去广东投靠朋友。得知这一线索，警方一刻也不敢耽误，立即赶来了武汉。先是对他们曾经住的旅馆进行调查，通过调查旅馆的登记信息，得知陈某在前一天刚刚退房。那么此时的陈某是否去往了广东呢？民警没有多想，迅速在火车站进行搜寻布控。经过10几个小时的寻找，最终在武昌火车站南广场将正在熟睡的陈某抓获归案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宜昌警方就将陈某押回宜昌指认现场。在指认现场期间，陈某自知所犯罪行难以启齿，除了简单的描述外，对于犯罪的细节他不愿多说。面对警方的审讯，陈某更是不愿配合，对于自己所犯罪行不知悔改，试图用不清楚、不知道、忘记了来敷衍审讯民警。问得多了，陈某就用闭口不答来对抗审讯。不过最后陈某还是没能架住警方的大力审讯。经过一顿亲情感化，最终陈某交代了所有。在审讯期间，民警发现陈某没什么朋友，性格孤僻，甚至有点扭曲。他一度地认为自己每次入狱都是社会对他的不公，至于刚刑满释放又犯案，警方猜测他应该是处于一种情绪的发泄，把自己心中的不满发泄在受害人身上。虽然陈某对自己所犯的几起案件只是片段的描述，但警方查明的是，陈某每起案件都使用了暴力、殴打、胁迫手段对受害人实施了侵害。经调查，陈某多次入狱就是因为他好吃懒做，不学无术。家人给他介绍个工作，他3天打鱼2天晒网，不求上进，一心只想着不劳而获。而他的畜生行为却给受害人带来了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心理创伤。最终相关部门以强奸罪、故意伤害罪、非法拘禁罪、盗窃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5年，罚款1万元。案件至此真相大白。